只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。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。失去过，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Ella 都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会在意 Olive 吗你说什么？ ？Ella 怀孕了，对吗？ Daddy， 妈咪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到底是不是真的 Olive， 你要伤害女儿到什么时候？在还没有处理我们事情之前，不要再来找 Olive。Olive， 给他一点时间去冷静吧。现在逼问他，反而会弄巧反拙。其实对于离婚这件事，你本来就有很大的优势，为什么不要好好利用？我不想这件事情影响到 Olive， 毕竟那个男人是他的父亲。我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，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女儿，他都不是一个称职的好丈夫或者好父亲。你不需要对他留有任何余地。你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。今天麻烦你了。早点休息吧。Olive， 上妈咪的家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是想问妈咪的？你不是说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吗？如果妈咪可以回答你，一定会告诉你。那我问你，那个安迪是不是有 baby？ 那个 baby 是不是 Daddy 的？妈咪不是很清楚。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，你是问 Daddy 他是不是有了 baby？ 妈咪只是怀疑，我不是很确定。那你跟 Daddy 的事有什么是确定的？妈咪确定，再也不会回去那个家住了。那就是说，你要跟 Daddy 离婚。如果你们离婚，那我要跟谁住？你给妈咪一点时间，妈咪会跟 Daddy 商量的。你刚才不是这样子说的，你不是说什么都会回答我的吗？你骗人 Olive， 妈咪没有骗你，妈咪一定要确定了才能告诉你啊。你们是不是不要我，才把我推来推去？当然不是啊 ，Olive， 你听谁说的Daddy 说你是为了钱才生下我的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啊 ，Olive， 你听妈咪说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你出去。Olive，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我讨厌你跟 Daddy。Olive。你平时都放任女儿这样跟你说话的吗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
大骂她一顿吗？她是你女儿，我无权管教。不过我知道，你任由她这样骄纵下去，将来长大了还得了？她平时不会这样的。她是因为我和君豪的事才会不高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把整件事情跟她交代清楚？不是每件事都能三言两语的交代。就你跟她爸爸之间的事，有多难交代啊 ？Olive 是我的女儿，我要怎么说我很清楚。我会等到她情绪平复了，我再跟她谈这件事。你还是没变，遇到问题只会逃避。够啦，我刚才已经够烦了，你可以少说2句吗？我是不是说你2句都不行了？从小到大，我做什么事情你就是不满意。我有说错吗？当初你1句都没有交代，说结婚就结婚，大好前途抛在一边，白白糟蹋了我这么多年来栽培你的苦心。现在还是这样，跟老公闹得不愉快，一不开心就搬回家，你到底要任性多久啊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拿以前的事来说？你就不可以理解我的难处吗？我老公不要我，我女儿不尊重我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是因为我没有按照你的规划来过我的人生。你赢了，我输得彻底，你满意了吧？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，你已经是有孩子妈妈了，做错事要承担，有问题就要解决，拖得越久，最终受苦的会是孩子啊！你已经是有孩子妈妈了，做错事要承担，有问题就要解决，拖得越久，最终受苦的会是孩子啊！饿了吧？我煮了面，起来吃。我这里不是什么富豪人家，我不喜欢人家浪费食物。我也没用人服侍你，更不会像你妈咪那样纵容你。还有，你给我听着，不管你妈咪做错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能对她没有礼貌。我认输了。认输的太快了吧？你最近的状态怎么这么好啊？你想说什么？自从沙巴回来之后，你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。说，是不是有艳遇啊？我跟谁艳遇啊？当然是你那位大学学妹啊，安生学长。人家是有夫之妇，不要乱说。我没乱说啊，很快就不是了。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才没胡说呢。你看，自从你进 M&E 之后，2位大老板委派给你的都是些大案子啊。你明明就很忙，可是你还是要接你跟大学学妹的离婚案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热爱我的工作啊！才不是呢。虽然我待在你身边时间不长，可是你连安生的风格我还抓到一些。你没挑战性的案子你不接，太小的你也不接。这次这个离婚案件有点不太符合你的标准哦，所以你不要怪我这个小助理会想的太多哦。你这个小助理的观察能力很强啊，就是八卦了你。
我才不是八卦呢。如果你把你八卦的心思放在工作上，会是一件好事。我有啊。上次叫你去查姚太太被人泼强水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这个嘛，暂时是没有进展，可是我觉得肯定和她老公有关。你觉得？证据呢？证据也没有啊。可是我知道这位姚太太很喜欢到处去找一些小鲜肉来尝鲜呢。还有，男人戴绿帽可不是什么小事情哦，尤其是一些很爱面子的有钱人。我在想，如果姚先生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肯定不会什么都不做啊。这些只是你的猜测，在传闻没有得到证实之前。虽然只是传闻，可是我觉得是绝对有可能的。我跟你打赌，我相信警方很快就会找这位姚先生喝咖啡啊。妈咪确定再也不会回去那个家住了。那就是说，你跟爹地要离婚。如果你们离婚了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回家了？爹地是一定不会跟妈咪离婚的，知道吗？咖啡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在电话说？我这次约你出来，是想好好的、心平气和的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好，说吧。Ella 真的怀孕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你想爆料给记者？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想要多少钱？多少的封口费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真的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？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受到最大的伤害是 Olive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离婚这件事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要 Olive 的抚养权。那你凭什么要我让抚养权给你 ？Olive 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她生活起居、饮食习惯，我比谁都清楚。Olive 跟着我是最好的选择。Ella 的孩子出事之后，你们真的会有时间陪 Olive 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要怎么样跟 Olive 解释？我会好好的向她解释的。不过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Ella 最近接到一个广告的代言，她怀孕的事情，我不想让人知道。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。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之前还很担心你。所以，你特地约我出来，想要开导我。被你看穿了。我也以为我会很舍不得，会躲在一个角落大哭一场。如果你想哭的话，千万不要压抑自己。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。证明你已经对他彻底死心了。以前，我妈妈把我管得很严。君豪的出现，就像是我的救生圈一样，把我从苦海救了出来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抱着救生圈不放，以为它是我得来不易的幸福。怎么知道？我还是输了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我有没有爱过他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
你知道吗？我在沙巴的那几天，当我听到君豪说不想再看到我这张脸，我竟然去了当地的整容院，想去整容。我连整容同意书都签了。结果呢？结果我醒来的时候还以为一切尘埃落定，怎么知道护士小姐告诉我，手术开始之前，医生突然心脏病发，结果手术被暂延了。那是他的心脏救了你。可能是天意吧。我们应该要敬这个医生一杯。来，祝他身体健康。跟你在一起，仿佛回到念书的时候，真的好怀念啊。还记得张教授吗？当然记得啊。那你还有没有印象？他曾经给过我们一个 case study， 叫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替被告翻案。记得啊。那时候我们为了这个案子不眠不休了3天，大家都几乎变成铁人了，搞到每一个人都精疲力尽，连我们这些学长都不得不投降，只有你没有放弃。你是不需要说我死不认输啊？就因为你的不认输，终于找到了案子的破绽，利用目击者口供上的漏洞替被告翻案了。我只是幸运罢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你没变，还是跟以前一样。以前一样。还是一样的倔强固执，认定的事情就会坚持到底，所以才会搞成现在这个地步啊。有的时候缺点也可以是优点，看你怎么利用。有没有想过去完成没有实现的梦想？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一定会帮你。谢谢你啦，安生学长。Mommy love you too. 给你提神的。我等一下再喝。学校有这么多事要忙吗？要忙到几点呢？你离婚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们都协议好了，等律师把协议书弄好，在上面签个字，就解决。那 Olive 的抚养权归谁？他答应把抚养权给我。签字的时候记得看清楚，该为自己和 Olive 争取的一样都不能少。我会注意的。你看 ，Olive 做了这张卡片给我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期末考考得很差？
我没什么印象了。那时候你很生气，我还做了一个道歉卡。有吗？我始终没有 Olive 的勇气把那张卡交给你。你也知道，对不起这3个字听起来很简单，但要说出口并不容易。说到 Olive，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管教 Olive。你看他这2年的成绩，几乎每一科只是刚刚及格，数学和英文还差一点不及格呢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至少每一科都及格。我不想给 Olive 这么大的压力。这么一点压力都承受不了，怎么考到好中学呢？将来去到社会，怎么跟人家竞争呢？我只是希望 Olive 可以。你不要拿你跟你前夫之间的问题来做借口。你现在不好好的管教他，难道想要他将来步入你的后尘吗？为什么我每次想要好声好气跟你说话，都会这么辛苦啊？你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？根据你们私下达成的协议内容，按照双方的意愿，简先生将每个月支付10万块给汤女士，作为汤女士和女儿简佳琴的生活和教育费用。简佳琴的抚养权会交给汤女士负责。至于你们联名的房产，则改由简先生一个人名下持有。简先生，其他方面的条款，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事情，等我律师来了再说吧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路上塞车。简先生，先自我介绍，我是简先生的代表律师，我叫武家明。你好，连安生。连律师你好。简太太，不好意思，我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应该叫你汤女士才对。吴律师，废话少说。好。这份协议书的内容和条款，我和我的委托人，也就是简先生，已经商量过了。我们已经决定，我们不会接受这份协议书。为什么？首先，我的委托人不同意每个月支付10万元的赡养费给他的前妻，也就是汤美琴女士。我说过我不要赡养费，我只要 Olive 的抚养权。不好意思，汤女士，不止赡养费，就连女儿的抚养权，我的委托人一步也不会退让。君豪，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你不守信用，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做过什么？你心知肚明。总之，赡养费我不会给，抚养权我不会让。你休想在我身上拿到1分钱。君豪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你根本没有资格当奥利的母亲。简先生，如果你坚持你的诉求，一旦上庭的话，汤女士绝对有理由要求高额的赡养费，更不用说女儿的抚养权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的目的，这表达我的意愿。我是不会让步的。有什么事情，在法庭见吧。抱歉，2位，我一定会再跟2位联络。知道了啊，爸，你放心。总之，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影响公司的声誉的，好吗？我知道怎么处理的了。你确定 Ella 怀孕的事情是你太太向记者透露的？不然还会有谁？这件事情公开之后，她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你老实告诉我，我的胜算到底大不大？老实说，不是太乐观。对方可以利用你这次外遇的事情，控诉你通奸来争取更多的利益。再加上本地婚姻法本来就优先保障女性的权益，还有 Ella 怀孕的事情又曝光了。你讲这么多废话，是说我会输啊？那倒不一定。我只能说，目前的局面对你确实不太有利。可是有个人的经验来说，在法官还没下判之前，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扭转整个局势。那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看起来越不可能的事，对我来说更有挑战性。放心吧，简先生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Ella跟我大力推荐你，说你从来没有输过官司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老板，有记者，快上车。简先生，你来，律师准备和你太太。Ella怀疑这是有谁爆料，无可奉告。简先生，请让开。简先生，简先生。
吴佳明，你是故意挖陷阱给我踩下去的吗？我真的被你害惨了。你冷静一点，我怎么会害我自己的干妹妹呢？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真的很后悔听你的话，还说什么绝世好桥段，根本就是烂桥段。喂，你别赖我，是你点头我才这么做的。你不记得当初我问你好几次，叫你考虑清楚的吗？可是这不是我的初衷，我只是要令君豪误会那是他老婆爆的料，只要他们反目，君豪就1分钱也不会分给他。哪里知道现在得不偿失，我不止一点好处也没有，还给了人家理由要更多的赡养费。你还有心情笑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应该了解我的。我像是会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吗？你该不会是想故意拖这场官司，从中赚更多钱吧？你认为稀罕眼前这点小利益吗？难道你要庭外和解？妹妹，在我眼里呢，是不会有庭外和解这4个字的。那你到底有什么底牌？不要再卖关子了。不按理出牌才有惊喜嘛。总之呢，我有我的盘算，你只要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之前你不是说简君豪不知道怎么把你的事情告诉他老爸吗？现在不是得了吗？你可以趁这次名正言顺做你的简太太了。哪有你想的这么简单？我现在的形象已经是负资产了。他爸这么爱面子，不会那么轻易让我嫁进去的。让我再送你4个字：这些有钱人最在乎的是什么？传宗接代。你只要把身子养好，到时候生个男丁，你还怕对不保？到时候可能我还需要你关照我呢。爆料的人应该是他自己。Ella， 可是他这样做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。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，谁是最大的受益人？你是说我？这是苦肉计。他故意让简君豪误会你，为了争取更多的赡养费而曝光这件事。一旦简君豪跟你反目，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可是这样做根本都不明智。如果大家都知道她怀孕，对我的胜算不是更高吗？更何况君豪每个月给我的赡养费，那个数目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他何必自讨没趣呢？这就是女人的天性。当捍卫自己权益的时候，一步都不肯退让，更不用说跟别人分享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上庭的话，我们的胜算很高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担心官司打下去会影响到 Olive， 不如我找君豪再商量一下。他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商量是没用的。安琛，老板要见你。你先去忙吧。你不要担心，有事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安生，你知道我们和中华地产的子公司有合作项目在进行吧？你是说简氏集团的物业？他们的项目全权交由 M&E 负责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清楚。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放弃汤美琪的离婚案？可以这么说。这件案子已经进行到一半了，如果现在放弃，你觉得 client 会怎样看我？而且对律所的形象也不好吧？你可以跟你的 client 说，你手头上有很多案子，建议他找其他律所帮忙。至于这段时间的律师费，也不需要他支付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不如这样吧，你试试去你的委托人庭外和解，只要不要把事情闹大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。当然，你能够放弃就最好不过，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明白你们有自己的立场，但我现在只考虑一件事，那就是我委托人的利益。我不会因为一些外来因素而背弃他对我的信任。我知道汤美琪是你的朋友，但是你也应该懂得衡量其中利益的轻重。毕竟这里不止你一个员工，也不止你手头上的一件离婚案，整间律所还需要运作的。在想什么？工作的事？没什么。记得你现在已经下班了，应该让自己放轻松。对了，最近有没有碰到姚先生啊？这几天到医院去探望 Carol 都没有看到他。怎么？你对姚氏集团还没有死心？他那边我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只是最近听说一些不太好的传闻。
你是说 Carol 跟她老公？我听说她被人泼强水，跟她的先生有关。那你听到的版本有没有说她为什么这么做？是跟她在外面的一些风流韵事有关。其实你们这么熟，这方面你应该清楚吧？毕竟这也是她私事，我没问那么多。不过她经常出入那些不太正经的休闲场所，倒是真的。有一次，她还试过带我去，我才知道她有这方面的消遣。这些事情姚先生知不知道？Carol 出来玩也不是1、2天的事，她先生知道也不出奇。至于会不会因为这样对她下手，那我就不敢说了。这些也是传闻而已，说不定事实的背后，你我都想象不到。怎么突然间关心起 Carol 啊？她毕竟是我以前的客户。她确实很可怜。再说，她又这么注重外表，我看接下来我得花多点时间陪陪她了。这就表示我们见面的时间又少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最近很忙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你知道我是不会拒绝你的。你已经帮我够多了，接下来我想靠自己。这也是当初我欣赏你的地方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去旅行了，不如约个时间，我们回一趟英国散散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等我忙完手头的案子再说吧。嗯。不如今晚我留下来陪你。你不是明天一早要去印尼开会吗？都说是明天一早，我可以凌晨走。这样岂不是很辛苦？你还是早点休息，养足精神开会。到了打给我。好。晚安。晚安。这段时间，替我派人监视他。如果看到他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知道了，老板。Olive呢？还没起床啊？他在换衣服。这2份早餐是给我跟 Olive 的。家里只有你们2个人，还有第3个人吗？那你自己呢？我那份我带去学校吃。对面巴士站有一趟巴士可以直接到 Olive 的学校。你已经不是有钱的少奶奶了，能省则省，不能动不动就大得失。我走了。Olive，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？是不是外婆的冷气坏了，你睡不好？你看，妈咪今天会安装新的冷气，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妈咪，怎么了？还是算了。妈咪知道，你还是为了我和你爹地的事不开心。妈咪答应你，会尽快处理好这件事。那你跟爹地是不会在一起了，对吗？不会啦。Olive，等一下。喂，安生，你约伍律师几点？那他有没有提到些什么？好，我送 Olive 上学之后，我马上过来。1块钱的赡养费，我已经劝过简先生了，他的立场非常的坚定，是我无能为力。你告诉他钱可以省下来，我只要 Olive 的抚养权。我只能说，比起赡养费，简先生更在乎的是他女儿的抚养权。我看这一点会更难妥协了。你的委托人应该清楚，如果接下来双方不能达成共识，那就只能上庭了。
虽然我不想把这案子带上法庭，但现在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。请你劝劝他，想一想我们女儿的处境。我完全理解，就是以你们女儿的利益作为最大前提，对吧？如果一定要打官司，我们希望能够快刀斩乱麻，把对小孩的伤害减到最低。说句老实话，我打过不少离婚官司，一般上能争就争，把官司拖得越久越好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委托人像汤女士那么理性的。如果大家能像你一样，我们当律师就轻松许多了。我只想，我女儿不会受到官司的影响。我能理解，这或许跟汤女士念过法律有关吧？你怎么知道美琪念过法律？简先生跟我提过，就连对方的委托人也念过法律。看来这次我得打起10分精神，做好准备了。林律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汤女士，你保重。不用担心。安生，他来干嘛？是为了打美琪的离婚案吗？是啊，怎么你认识他？他出了名是非常阴险狡猾的双面律师，人前人后两个模样。为了打赢官司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啊。不像是这样的人啊。是他演戏演得好而已啊，要不然我们业界怎么会给他个称号，就是双面律师呢？你又是从哪里听到这些八卦的？在我们这行的人都知道啊，很多律师跟他交过手的之后，都觉得他的作风是非常的卑鄙啊。你刚从英国回来不久，不知道不出奇啊？喂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 ？Olive 进医院了。美琪 ，Olive 怎么了？他的过敏症好像又复发了。为什么突然间会复发的啊？我还不知道啊。我看Olive的抚养权你还是交给我。你凭什么说这些啊？你觉得你有能力照顾她吗？我不想我们女儿再次进医院。你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，你凭什么说是我的问题？这段时间谁照顾Olive吧？是你对不对？不怪你怪谁呀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们在吵什么？这里是医院，想丢人现眼啊？妈 ，Olive 怎么样了？刚才医生给他打了针，他现在已经睡着了。我不想你们进去打扰他，等他睡醒，我再通知你们。喂，什么事？我还在医院啊。Olive还没醒啊，我不能回去。你怎么啦？哪里不舒服？那你多休息吧，啊？拜拜。Olive 醒来，我会通知你的。不用，我可以等。总之 ，Olive 一醒来，我会通知你。那他醒来一定要通知我。走。没想到阿福这么细心，连你和Olive喜欢吃什么，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真的很好笑。阿福还比 Olive 的亲生父亲还要更在乎他。如果你有事，先回去吧。没关系，小事情不用急着处理。你也不要太担心了，Olive会没事的。醒了。你明知道对花生过敏，为什么在学校里还偷偷的吃？过敏症可大可小，严重的话会闹出人命的。告诉外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只是不想爹地和妈咪离婚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们吵来吵去。以前我生病了，他们就会跑来关心我，不会再吵架了。你以为搞垮你的身体，你爹地妈咪就会没事了吗？真是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啊？你爹地妈咪之间的问题，不是3言2语就可以解决的。他们大人的事，让他们自己去烦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
你现在责任是把书读好，把身体照顾好，知道吗？外婆，你说你爹妈咪会不会不要我了？没有父母亲是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。你爹地那边呢，我就不敢说了。但是你妈咪肯定不会不要你，只是她现在有点年轻，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当个好妈妈。你再给她多一点时间吧。还有，要答应外婆，以后都不准做这种傻事了，知道吗？嗯。你这样喝很容易醉的。就让我醉吧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他说的对，我根本不是一个好妈妈，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，凭什么责怪君豪？无论你做什么，你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会不是一个好妈妈呢？干脆把抚养权给君豪算了，他至少有钱啊。Olive 跟我有什么用啊？我连 Olive 在想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吐出来就会舒服一点。等一下我送你回家。我不要回家，我妈妈只会把我当成是不合格的女儿。我是个失败的妈妈。Anki 也没有完全否定你，刚才他都说了，没有父母亲是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。总之我不想回家。我只想坐在这里，直到天亮。安生啊 ，Olive 会不会不要我啊？你不要乱想。他会不会讨厌我啊？当然不会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知道。我真的尽力了。我们都知道。我们都知道，你是一个好妈妈。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。要勇敢往前走。